线上学习 AI 这件事情，又或是说学习 AI 这件事情，可能会被重新定义。Nova Club 是我成立这个品牌做的第5个大决定。如果你刚接触我们，不知道我们之前在做什么事情，请让我花一点时间，稍微分享过去我们做了哪4步，而这一步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2022年，我是一个私人厨师。我是做 fine dining 法餐、西餐跟客家的融合料理，因为我的老板是客家人。那个时候 GPT 刚问世 Chat GPT. Maybe you've heard. We take you inside the company called OpenAI. 我就开始使用 ChatGPT 这个工具去帮助我去设计菜单，或者是去设计给客人介绍的说菜方式。在疫情期间，我发现我碰不到客人，而我非常喜欢的接触人，所以我就离开了厨房。离开了之后，我就在思考，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发现 AI 那个时候蛮好用的，但是我好像不怎么学 AI， 但它就很好用，所以我其实就有一个小小的好奇我如果学了 AI 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段时间我就闭关，很用力的在学 AI 这件事情。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在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他就问我，你在干嘛？最近在做什么事情？我说我在早餐店上班，我们家开早餐店的，下班之后我就会玩一些 AI。他很好奇我怎么玩 AI， 因为他们公司那阵子也开始在做 AI， 那是2023年的事情。我跟他稍微分享了之后，他觉得有点太夸张了，他觉得你会的会不会有点太多了？我们有点像在地下城打怪，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把等级练到什么程度。当然我相信那个时候民间有非常非常多的高手，不过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出来教课？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第一步棋。我只是一个厨师，谁要听厨师教 AI， 对吧？所以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我要去哪里可以找到学生。我第一个想到是 Acupass， 因为我很常在 Acupass 参加线上跟实体的活动，我就在 Acupass 去办了15场线上的免费分享。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做 AI 的人也不多，那是2023年的尾声。那个时候每一场线上的免费分享都大约有100多个人，有时候会到200多个人。在那段期间，我收集了非常多他们的回馈，关于我的教学方法，关于在教学的内容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可以减少的。终于在2024年的3月，我累积到了快3000份资料，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来做实体课程。这个时候就来到了第2个决定，实体工作坊。到了实体工作坊之后，老实说我非常的紧张，我没有办过任何实体活动的经验。我在 IG 上号召了几个朋友，都是完全没有见过的朋友，跟他们说，我要办一个实体课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那么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报名，或是可以私讯小盒子跟我报名。我就跟10个陌生人，我们就11个人去办了第1场 AI 的实体工作坊。那一个工作坊就来了120个人。从2024年的3月到去年的8月，这段期间我们开了非常非常多的 AI 工作坊，几乎每一场都有100多个人报名，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在这段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我在思考为什么这些教学不能够带到线上去？因为我很喜欢做陪伴，我很喜欢看到大家的反应。那我也觉得实体的教学手法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一直不敢往线上走。那我在做实体课程的这段期间，跟你们说一个小秘密，这也是我做的第3个决定，做一个 Nova Academy。Nova Academy 说白了，就跟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的所有线上教学平台一模一样。我们在做的事情就只是把我们教学的内容放到网络上，就这样。
所以 Nova Academy 在建制的时候，这件事情也有2-3个月，这是偷偷在进行的事情。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实体课程开的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让大家知道，它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是我们发现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发现它就跟线上平台完全一模一样，我们没有帮到任何人，所以这件事情就以失败告终。那么在去年的8月，我想要狠下心来，我觉得一定有方法可以做线上教学这件事情，一定有方法让我们的教学手法，我们的教学内容，让我们有趣活泼的这种体验，这种 AI 的学习的旅程可以被搬到网络上。所以我就决定在8月的时候毅然决然把实体课程收掉。不过我也想让 Nuva 再往下走，让这个品牌可以继续做得更深，做得更广。所以在8月之后，实体课程应该就会暂时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找到出路。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4步棋 AI Saga。AI Saga 它是一个15天的线上陪跑，这15天我会每天晚上8点到9点跟着你直播，教你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实作。那9点到10点，每5个人就有一个助教配对，然后让你每一天都要做出一个专案，就这样跑15天。我们做了2次，这2次的15天，大家就都没什么睡觉。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要如何让线上的学习是有趣好玩的？如何让线上学习的过程是有陪伴的？这2个是我很在意的。那我希望能够透过 AI Saga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之所以没有办 AI Saga 3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答案在第2届找到了。Nova Club 一个有趣好玩以作品为核心的线上学习平台。这个平台我想要解决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我们不缺学习资源，如果我们再把我们的课程拍成一个线上课程，那我其实觉得对这个世界的帮助不大。现在网络上的教学资源已经非常非常的丰沛了，不管是免费的、付费的，非常非常多的老师都已经做了非常好的铺陈。那我觉得我们缺的其实是像我们国中、国小的游泳等级表。我可以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动物，那么我如果要往下一个动物迈进，我应该要学哪些东西？我要多学一个蝶式，还是我的自由式要能够从100公尺变成400公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学习的路径。所以这个平台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让 AI 学习这件事情是有等级的，是有迹可循的，这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第2件事情是我想要做陪伴。当我们今天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其实我们图的并不是学校的课本，对吧？我们要的并不是那些康轩、翰林的那些书，我们要的是那个学校的风气，我们要的是这一所学校的老师可以陪在我的孩子身边，在陪伴的过程中，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下去大胆的犯错，大胆的试错，去学习，去成长，然后有老师看着就觉得他现在很棒，就可以带着他继续走。然后如果孩子有问题，都可以去问老师，或者孩子感觉好像有哪些非常明确的错误，老师可以及时的伸出援手。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路径，我们需要的是这个陪伴，而这个平台就会是我想要最核心打造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平台，你是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知道你在哪里，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一个助教可以陪在你身边。当然你可以选择没有助教的方案，不过在这个平台里面，我觉得分享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在过去有参加过我们实体课程的朋友，你们一定会发现有一群不管是穿的蓝色衣服的人，他们都是志工，
我们叫奴奴。而这些奴奴们，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一来是他们相信这个品牌的信念，二来是他们发现在这个担任助教的过程中，他们是有所收获的，因为他们要把内化的内容，他们要把他们曾经上过的这一堂课转化成自己可以理解的语言，去指导其他人，那是另一个层次的学习。所以在这样子的平台，我会想要设计一个机制，让每一个学习者都可以去带更年轻的伙伴，同时间你自己也会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有点像当我在重训的时候，我有我的健身教练，但我的健身教练也有自己的健身教练，所以这两个会是这个平台最大的亮点。除了学习地图跟陪伴之外，有两个我觉得这是在学习上不可或缺的地方。第一个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以作品为核心去进行学习。现在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尤其是学习 AI， 有一种为了学而学的感觉。你想象，如果我说一个新好男人就是会下厨给他老婆吃，这个时候就一群男生，我们就是为了要成为新好男人，我们去学习如何烹饪。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为了学而学，他就学了很多烹饪的技巧，但就停在那边。然后或是他就说 OK， 我就是可以做很多道料理，他可能没有去反思过为什么这个新好男人他因为做的料理而成为了新好男人。或许是因为这个新好男人透过料理的这个媒介去让女孩感到幸福，这可能是这个男孩的 love language 也说不定。所以你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思考一个问题，我要用 AI 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你可能会想说，我对 AI 不熟，那我要怎么知道它能够帮我做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就像我在学习打拳击的时候，完全没有接触拳击，我怎么知道我要跆拳道？哪知道我要泰拳还是柔道？非常多种拳法，对不对？那么既然没有办法决定，我就先去学。那么在学的过程中，我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问一问啊，我想要练拳是因为我想要去练我的平衡感，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力量型的习惯去抒发我工作上的压力之类的。所以就慢慢的你会找到答案，但你必须不断的去寻找，不然你会在学习的过程中迷失自己，把自己陷入到一个为了学习而学习的状况。所以在这个平台，我们每一季都会设计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就会在你学习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 AI 的解决方案，然后在这个主题上去契合。如果我们一个题目是火锅店，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我们有一个火锅店，那这个火锅店需要 AI 的协助，那我希望你可以来设计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思考，我现在是一个 Level 3的人，我可以设计一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让他去做一个客服，让他跟客人对话。你可能是个 Level 6，你可以做一个内部系统，去把每天的营业额、每天销售的东西去进行分析、进行整理，在每个月的时候做出一个 report， 就说，我们这个月什么东西卖得好，我们什么东西卖得不好。又或是你咚到 Level 9、Level 10，每一个客人进来扫脸就可以知道他是谁。我不确定 Level 9会不会教到这么远。不过我们就会在不同的 level 可以去做出不同等级的作品。那么我们就会在一季的最后去设计一个实体的交流活动。那么有趣的事情是 Level 3跟 Level 6，他们虽然做出来的，比如说作品的经济价值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灵感是不能被放在天平上的。所以 Level 3跟 Level 6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本质在交流的是 idea， 以及他们如何透过这一个 AI 的工具去把 idea 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交流的价值。所以我的野心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在做 general 的东西，我们会拍 AI 的线上学习内容，这个学习内容我会把它拍得像影集一样，尽量让它拍得好玩，让它拍得有趣。当 general 的课程我们拍到一个水准之后，
我会想要开始拍产业的内容。我会想要针对第一个，我一定碰餐饮业，因为餐饮业是我最熟的领域。针对餐饮业，我们去设计12个等级的课程，让餐饮业的人员，让台湾的餐饮业可以因为这一个被设计过的学习地图，让台湾的餐饮业去提升竞争力，让台湾的餐饮业可以更 focus 在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不管是第一线的服务，不管是菜单的设计，不管是他们觉得任何在意的事情都可以，让他们可以把这些在经营餐厅上面各式各样琐碎的管理的，或是这些日常事务型的东西，都可以让 AI 去协助处理掉。这个是我希望 Nova Club 的第2阶段可以走到的地方。那么现在的第1个阶段是 funding 的阶段。如果你把影片看到这边，你很有可能是我们很早期的粉丝，你很有可能是有上过 Nova 课程的人，又或是你支持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了这里。我想跟你说，目前我们正在 funding 阶段。那么5月23号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的发布会，资讯在下面。那么我现在也没有课程，我只能跟你commit说，这是我会花2年去努力完成的事情，哪怕头破血流，我都会尽可能的在 AI 的教育界去发挥影响力。我觉得当我们能够在一个线上的学习平台去做到学习的路径以及足够的陪伴，让大家以作品为核心去进行学习，我想线上学习 AI 这件事情，又或是说学习 AI 这件事情，可能会被重新定义。心跳还是好快，就这样吧。我们有机会 Nova Club 见，拜拜。